穿越成大夏王朝最受宠的三皇子，却没想到自己一身的宠爱只是这个皇帝老爹故意表现出来的，为的就是用我来吸引其他人注意，从而保护他选定的继承人。王爷，求求您救救我爹娘吧！长生刚穿越过来，就发现自己坐在华丽的马车里，外面传来女人急切的喊声：“王爷，是承恩侯府的大小姐。”侍卫此时的心里很虚，这位可是脾气暴躁的主，又最不喜欢承恩侯府的大小姐。过了好一会，马车内才有清冷的声音传出：“青松，你带着这位姑娘去写诉状，有何冤屈找御史台报案即可。”是。侍卫应了一声，上前带着那姑娘走了。长生隐隐约约听到外面磕头道谢的声音，不过他并没有在意。就在此时，长生只感觉到内心一阵狂暴直冲脑海，让人忍不住想要发怒，深深的吸了2口气，才把这莫名的狂躁压了下去。略一把脉，就知道自己是中了一种奇毒。呵呵，有意思。回府吧。随着他的吩咐，马车再度启程，围观的群众这才意识到，这辆豪华的马车是楚王的座驾。这楚王今天怎么这么好说话啊？众人都觉得不可思议。要知道楚王可是当今圣上最宠爱的皇子，还没成年就获得封号楚，得以在宫外开府。这些年楚王脾气暴虐，惹事无数，但在皇帝的恩宠之下，从未受到过惩罚。众人的议论长生听不到了，此时他正在整理这个世界的剧情。原主立长生是皇帝的第3子，其母妃早年因病去世，但凭借着外加威武大将军府的势力，还是备受皇帝的宠爱。但皇帝的宠爱只是为了把他推出来，成为与其他皇子打擂台的工具人，以此减轻5皇子上位时的阻力。待原主击败了其他皇子后，皇帝却卸磨杀驴，痛斥自己太过于宠爱原主，使得兄弟隔阂，造成了人间惨剧。他痛定思痛，决定剥夺原主封号，贬为平民，并圈禁于皇陵。最后5皇子顺利登基，而5皇子就是这个小世界的男主，女主则是承恩侯府的2小姐宋瑶。这宋瑶原本是一农家女，只因出生这天遇到了去寺庙祈福的侯爵夫人早产，慌乱之中2家抱错了孩子，于是侯府的千金成为了农家女，农家女则一跃成为了侯府的千金。原剧情中，立帝还将承恩侯府的嫡小姐宋瑶许配给了原主，原主也十分满意这门亲事。但换孩子的事情曝光后，原主的结婚对象从假千金宋瑶换成了真千金宋月，这让原主烦躁不已，以至于在得知宋月拦住了自己的马车后，直接叫手下的人打了他一顿，导致宋月回到侯府没几天就死了。因为这件事，宋月养父母家的哥哥将原主记恨上了，通过科举顺利的成为了5皇子的谋臣，为原主这个炮灰的枭王贡献出了不少力量。最后5皇子顺利登基为帝，宋瑶被立为皇后，而原主这个废王爷自然是被赐下一杯毒酒。原主虽然做了些蠢事，但也不过是皇帝利用的可怜虫罢了。长生叹了一口气，走下马车。王爷，今天小的在多宝楼看到一个纯金打造的古铜镜，甚是有趣，已经买回来送到您的房间了。长生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才无所谓地说道：“有劳了。”回到房间，长生果然看到木质锦盒里放着一只纯金古铜镜，做工十分精巧，一看就是极其名贵之物。只是这盒子散发的味道，呵呵，这是已经等不及了吗？长生仔细观察房中摆设，大多是宫中所赐的宝物，单个拎出来无一不是价值连城。但是这里面混入几样带有独特气味的物品，巧的是这些气味经过混合，却能产生独特的毒气，久而久之让人毒性深重，无可救药。好在这副身体没有到病入膏肓的地步，还来得及补救。要是再晚来1年半载，那就麻烦了。长生从空间掏出几粒药丸服下，才感觉心中的躁郁之气去了很多。看来这房间是不能长期住了。另一边，走出御史台大门的宋月还是有些不敢置信，想到杨大人说事情已经基本查清，这中间都是误会，养父母很快就可以放出来，他心里的大石头终于放了下来。宋小姐，事情办好了，那我就先回去向王爷复命了。好，代我向王爷转达谢意。他不是不知道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后果，但是当时他满脑子都是对养父母的担心，根本顾及不到其他，头脑一热就冲了上去。现在想起来，才觉得自己真是胆大包天了。姐姐，听说姐姐拦下楚王车驾，这是已经去过御史台了吗？是啊，杨大人都说了，这是一场误会，很快就会放人了，还要多谢妹妹出的主意，楚王真是个好人的。听到这个评价，宋瑶忍不住抽了抽嘴角。楚王好人，楚王要是好人，那这世上恐怕就没有坏人了。看来姐姐对楚王印象不错啊，他可是你的未婚夫呢。胡说什么呢？我不理你了。这是害羞了，太好了，我现在不是侯府的千金了，那婚约自然也不会落到我头上。宋瑶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她是个很自信的人，只要不被赶去乡下，凭着她的才名还是能够嫁一个好夫君的。又想到那日荷花宴上偶遇的清贵男子，她的脸上也微微一红。你拦楚王车驾为他们喊冤的事情都传开了，侯爷和夫人肯定会大怒的，我跟您一起回去吧。好。父亲、母亲、姐姐就是太担忧杨叔他们了，所以才去求楚王的，你们别怪他。坐在上首的侯爷和侯夫人听了他的话，本就阴沉的脸更加沉了下去，如同能滴出水来。混账东西，给我跪下！你知道楚王是什么人吗？那是连丞相府3公子都敢直接打断腿的人，你怎么敢惹他啊？要是人家迁怒下来，就是将侯爷揍一顿，对他来说也就是挨一顿骂，禁足几天的事。宋月战战兢兢地跪下，
宋瑶也跟在后面跪了下来。瑶儿，这不关你的事，过来坐吧。然而宋瑶却难得的没有听话，她吸了吸鼻子，声音有些哽咽。父亲母亲，你们常教导我孝悌之义。杨氏夫妇虽然没有教养过我，但毕竟对我有生恩，我又哪能置身事外啊？况且他们养育了姐姐15年，感情深厚，姐姐也是一时冲动，为了尽早解除误会才会这么做的。我愿意和姐姐一起接受惩罚。宋月没想到宋瑶会这么维护自己，当下眼睛也红了。爹娘，这事都是我自作主张的，跟妹妹没有关系。宋月长在乡野，虽然哥哥也教她识字，但毕竟不像高门大户家的千金有先生教，见识也远远不足，自然听不出宋瑶话里话外的怪异之处。见到宋瑶维护自己，想都没想就把事情全都揽在了自己身上。楚王有没有生气？他似乎没有生气，只是让人带我去御史台了解情况了。没生气就好。侯爷对这个结果颇为满意，他最担心的就是冲撞了楚王，被他报复。对于杨氏夫妇，他倒是不太在意，之所以将他们弄到牢里关几天，也就是表明一个态度，出一口恶气，免得他们以后贴上来打秋风。既然这样，那就罚你们在后院抄录经书吧。1个月之内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能跨出府门一步。长生还是过了好几天才得知了承恩侯府的事。王府里毒物太多，长生索性就住进了醉香楼的包间里，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去了。老大，你那未婚妻当街拦你车驾，现在又被宋侯爷禁足在家，你不去求情吗？长生只是笑了笑，并没有说话。妻，谁不知道我们老大心仪的是智化双绝的宋瑶小姐啊？那个村姑算什么？就是那宋瑶再有才名，也不过是农夫之女，出身低微，哪里配得上老大？长生整天带着一群人在酒楼里吃喝玩乐，这可让皇帝老爹急坏了。太堕落了，不回王府怎么中毒啊？整天躺着还怎么搞事啊？哼，让人请他回去。于是没过多久，管家就找了过来。王爷啊，府中大小事都等着您做主呢，请王爷回府吧。呵呵，府中能有啥事？王府就我一个主子，难道管理个花花草草你都干不好，还需要我去弄吗？长生姿态随意，但说出的话却让管家冷汗直冒。就是楚王又没成亲，府上小妾通房都没有一个，能有什么大事啊？老大，我看你这管家不单是那么简单的王府都管理不好，简直是恶仆欺主。听了众人的话，管家脑门上汗津津的，感觉再让他们说下去，自己就要被定个大罪砍脑袋了。于是赶紧搬出了舆论。王爷，老奴也是担心你啊，外面都传开了，说您沉迷勾揽，无心正事，这要是传到宫里，圣上听到了，怕是会影响您的圣宠啊。若是原主在这，可能还会顾及一二，但长生可知道宫里是啥情况的。我会在乎名声吗？把他给我拖出去。等等，王爷，就算你不在乎自己的名声，你总得考虑考虑宋瑶小姐的看法吧？你这样子，宋小姐可不会喜欢。管家急了，他是带着任务来的，完不成任务也就不用回去了。哼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是谁给你的勇气，竟然敢这样跟本王说话？是皇上吗？错了，你们都看出他了。将他带走，厚葬。经历了这么一场，长生也没了兴致。今天就到这，大家都回去吧。长生决定回府看看，拔了管家这颗钉子，也得稍微给对方一个台阶，免得被人看出端倪。皇宫内，属下给丽帝汇报了醉香楼的情况，所以老三还是回府了。得到肯定的回答后，丽帝笑了，给那管家家属一些赏赐，用命喊回了老三，也算他死得其所。楚王为了宋瑶，当众打了自家管家的事情，很快就在京城传开了，议论者众多，楚王的声名更是跌入谷底。娘，那楚王也太过分了，他不顾自己的名声，当众打人也就罢了，为什么还要扯上我呀？这段时间，他也得知了那日荷花宴上认识的清贵少年就是五皇子，两人甚至还通信了2次，大有互相好感的架势。结果传出这种传言，这让五皇子怎么想？瑶儿，你受委屈了。去，把宋月喊过来。瑶儿，你别怕，这是母亲给你做主。婚约既然落到宋月头上，这事就应该他成亲，毕竟按照皇帝的指婚，她才是楚王的未婚妻。宋月走到屋外，就听到宋瑶低声的哭泣以及侯夫人柔声安慰。她似乎已经见惯了这样的场景，脸色不变地走上前。母亲，她有些拘谨地喊了一声，站在旁边不动了。虽然已经来到侯府一段时间了，但她与这位生母却丝毫没有亲近之感。每天早上请安也是很快就被打发走了，平时更是几乎零交流。侯夫人见到她这副样子，皱了皱眉头。村里出来的就是小家子气，请了嬷嬷教都学不会。外面的传言你也听说过了吧？瑶儿和楚王不宜扯上关系，这件事你去澄清一下。澄清。最近他听到很多关于楚王的传闻，有说他好色轻浮，有说他杀人如麻，有说他盛宠加身，也有说他前途未卜，更多的是对他说楚王心意宋瑶，曾经为他做了什么事。母亲，我不知道怎么做。姐姐，你不是楚王的未婚妻吗？你写信给他，让他来成亲，他肯定是愿意帮忙的。对，你马上给楚王写信，请他务必成亲，这事和瑶儿没有关系。宋月知道自己没有拒绝的余地，只得点头称是。不过他的信还没送出去，传言就自动停歇了。因为宫里的态度很明确，丽帝不仅没有指责楚王，甚至还送了不少赏赐到王府。当然舆论不会因为被压制而消失，只会从明到暗，冲着他这个本就声名狼藉的王爷而来。不过长生也不在意就是了。长生回到王府之后，索性称病躺了下来，又是10几天都不出门。
听人汇报说楚王病倒了，好多天都没有出门。厉帝果然急了，立刻派了3名太医为楚王治病。哎呀，王爷，书房可不是休息的地方，您怎么不到房间休息？长生目光一扫，来的3名太医都是经常给原主看病的。既然皇帝给他下药，那常来为其治病的太医自然是首先怀疑的对象。毕竟这样要掌握火候，让人毒而不死，才能实现最终目的。哎，不怕几位太医笑话，我待在房间里面就感觉呼吸困难，十分难受，反而到了书房轻松多了。说话时，他将自身敏锐的感知放到最大，丝毫不错过几位太医的反应。王爷所住房间的位置在本府邸最为优越，按说不会让人不适才对。王爷，我观你脉象虚沉，舌苔泛白，倒像是中毒了。王太医可识得此毒？启禀王爷，卑职无能，此毒我等简直是见所未见。当然是见所未见，这是长生自己从空间里弄了一种毒药，就是为了让自己病得更像一些。不过根据王爷状态来看，此毒也许并不致命，只是会让人虚弱。长生似乎被这个猜测安慰到了，脸上的凝重之色消散少许。那王太医可有办法缓解此症状？我等可以为王爷开一副药试试。最后，太医给长生开了一副食补的方子，又再三确保回去后会对此症状再进行研讨，才被放行离去。等太医脚步远去，长生的脸色冷了下来。拜见主子，调查一下那个安太医的所有资料。是。宿主，你怎么确定安太医就是那个下毒之人啊？好久没出现的系统突然冒出来，吓了长生一跳。我还以为你返修了呢，还在啊？当然，我们系统可都是新材料制作，除非遇到时空风暴，否则可没有机会受伤。喂，别岔开话题，那安太医全程酱油面瘫脸，你怎么确定的？呵呵，我的感知尤其敏锐，在这种近距离之下，不仅是面部表情，就连心跳变化都能分得清清楚楚。这样说你懂了吗？宫里，厉帝听完汇报后目色暗沉，他挥挥手让其他太医离开，独自留下来安太医。安乐使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毒不是无色无味，也不会有任何症状吗？现在怎么会查出身中奇毒啊？启禀皇上，刘太医所查出的毒，乃是另一种从未见过的毒药，并非。安太医赶紧一五一十将自己的结论讲了出来，末了还猜测说可能楚王得罪了其他人，导致有人暗中下毒。听了安太医的话，厉帝心中一惊，随后又是一喜，一定是大皇子和二皇子，只有他们俩有那个实力和胆量，斗吧，斗得越厉害越好。让太医院的院正明天再带上几名太医一起去为楚王诊治，再从库房拿出几样东西送过去作为安慰。另外，张贴告示，遍寻神医为楚王治病。是，奴才这就去办。作为最宠爱楚王的皇帝，他当然要有所表示啊。想必其他皇子会抓住这个机会，趁你病要你命吧。这种情况下，威武大将军府会不会下场呢？在征集神医的告示贴出之时，长生也收到了尹卫送来的安太医资料。安乐石原名临江，出生于杏林世家，自幼在医学一道颇有天赋。但是其父亲去世后，其母亲被族中的二流子族叔看上了，在一次又一次调戏骚扰中，他不受其辱，最后用一根金钗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临江采药回来，得知真相后，一气之下把毒药投入族内井中，使得族中300多口人全部丧生。自此之后，人间蒸发。看来也是个可怜人啊。呵呵，正是这样身犯重罪的人才好用啊。这临江医术不错，用毒更是一绝，倒是个不错的工具人。长生叫来尹卫，低语了几句，脸上也露出笑容。之后的时间里，宫里的太医来了好几波，看诊之后的结论也差不多，暂无解决之法，但是也无性命之忧。随着征集名医的公告发出，整个京城都知道楚王病，几位皇子也一起来到了楚王府看热闹。我说老三，你也太不珍惜自己的身子，这下病了，还如何为父皇分忧啊？大哥，我这不是病了，是中了一种奇毒，太医都没有见过的毒。长生以最平淡的语气说出了最让人震惊的事实：空间里的异界毒物可不是太医都没见过的奇毒吗？今天是我中毒了，明天就有可能是在座的各位哥哥弟弟了。此话一出，正在喝茶的几位皇子手一抖，差点连茶杯都掉地上。各位不用担心，王府待客的茶叶是宫里赐的，绝对不会有问题。三弟，这毒什么症状啊？太医说暂时并不致命，只会让人虚弱，但此毒稀奇，目前还无药可解。五弟，你对此毒怎么看？长生话音一转，将目光看向一直沉默不语的五皇子。五皇子现在才14岁，与原剧情中最后登基称帝的那个铁血帝王相比，心思还嫩着呢。此时见话题转到自己身上，心中不由得一慌。三哥，我哪里懂得毒药啊？不过父皇最宠的就是你了，此番遍寻名医，肯定能把毒治好的，你就放心吧。呵呵，也不算笨嘛。五皇子这话固然引起了大家对楚王的嫉恨，但也让自己这个小透明进入了大家的视野里。四皇子与五皇子年岁最近，两人关系很好。此时见到长生将火力引到五皇子身上，忍不住开口辩解：三哥，老五才14岁，还天天在宫里，你中毒可跟他没一点关系。长生瞟了一眼四皇子，又看了看旁边脸色铁青的五皇子，差点笑出声。会说话你就多说点，没人说中毒跟五皇子有关系，甚至都没有确认是人为下毒，大家都是置之度外，模模糊糊的谈论此事。你倒好，直接否认下毒，这不就是在吸引怀疑吗？可
各位兄弟，我身体有恙，不能久陪，大家各自请吧。宿主，你觉得那五皇子怎么样？普普通通吧。若不是立地给他铺路，扫除障碍的话，恐怕他根本就没有接近那个位置的机会。接下来几天，前来探视的人络绎不绝。长生斜倚在靠椅上，悠然地听着轻松的汇报。威武大将军府送来了1瓶解毒丹，外加2株百年老山参，其他贵重药材无数。威武大将军府，威武大将军府这个外家无疑是支持原主的，只是这些年原主盛宠在身，而且形势愈发乖张，倒是与其关系淡了下来。轻松，给我送一个拜帖过去，我抽时间去拜访下外祖。是，王爷。承恩侯府大小姐也送了礼，还带了一封信。长生好久没有想起承恩侯府这档子事了，现在听到轻松提起，心中蓦然一惊。原剧情中，宋月早夭，承恩侯府没有了嫡小姐，指婚自然是无法执行。如今因为他的到来，干涉了宋月的剧情，这指婚恐怕还得进行下去啊！你先下去吧。是。长生打开信，信中他先是感谢，说养父母已经顺利回家，然后表达了对其生病的担忧。信封里还夹带了一个庙里求来的平安符。系统，宋月在承恩侯府过得怎么样？这个吗？系统有些支支吾吾的。这系统势利眼得很，对男女主尤其关注，问他女配的情况，向来是一问三不知。算了，你说说宋瑶啥情况？女主虽然失去了侯府嫡小姐的身份，但是被承恩侯收为义女，待遇丝毫不变。她经营得当，反而因为这事收获了一波同情。期间，她也带着宋月参加了几次贵女聚会，反倒是衬托的自己更加才貌双绝了。而且她现在已经与男主五皇子勾搭上了，两人还在私下定了情。不愧是男女主，胆子就是大。此时被长生牵挂的五皇子和宋瑶正在互诉衷肠。瑶儿，楚王最近还有缠着你吗？楚王没有了，最近他都没有找过我，反倒是对那宋月有些不同。宋月啊，那个找回来的千金。五皇子皱起眉头，不得不说他是有点失望的。你最近有没有主动联系下他？我最讨厌楚王了，以前他送的信件我从来都不看的，怎么会还联系他呢？五郎，你要相信我对你的感情。呵呵，我肯定是相信你的，只是有些不明白，楚王怎么突然和那宋月扯上关系了？他之前不是最讨厌他了吗？谁知道呢？他们一个乡下村姑，一个不学无术，我看他们倒是般配得很呢。说到这，他又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而被他们认为配村姑的长生，此时却在皇宫里。什么？你不想娶亲？胡闹！堂堂皇子为皇家开枝散叶是你的责任，别的事情父皇都可以依你，这事可不能由你任性。说完，立地见长生脸色悲伤，又觉得自己可能说话太重了，这孩子一直都是被自己宠着的。于是他又放低声音安慰道：老三，你是不是担心自己身体的毒？没有关系的，父皇遍寻名医，肯定能解除这个忧患。况且太医不是也说了吗？这毒只会让你虚弱，并不致命，你不用太担心。父皇，您最疼孩儿了，难道不知道孩儿一直喜欢宋瑶吗？结果现在又要换成那个村里来的女子，我不甘心。呵呵，你呀还是太年轻，那宋瑶才是真正的村姑，她不是承恩侯府血脉，再有才名又怎么样，根本配不上皇家子弟。呵呵，老五啊，看来你要娶宋瑶可得费一番功夫了。可是那宋月来京城这么久了，根本融入不了贵女圈子，那些人都瞧不起她，儿臣要是娶了她，他们岂不是连儿臣都瞧不起了？哼，他们敢！皇帝是重义五皇子，但别人要是瞧不起他的其他儿子，也同样是在打他的脸。这样吧，那宋月肯定是刚来京城，估计承恩侯府也没给他撑腰，朕就封他一个县主，给他提提身份，撑腰，总可以了吧？行吧，父皇，要不您再多赐给他一些好东西吧，当众送过去，这样更有面子。反正以后都是带到儿臣府上，咱也不吃亏。哈哈哈哈！你这小子，来父皇这薅羊毛啊，真有你的！你自己去库房挑3样，我让福全去跑一趟。福公公是从小伺候皇帝的大太监，他跑一趟，这面子给的足足的。谢父皇。承恩侯府，宋瑶刚刚到家没多久，正和侯夫人说着话呢，外面传来宫人尖锐的喊声：“圣旨到！”难道是皇上的赐婚圣旨到了？五郎不是说要过几个月再求旨吗？这圣旨是不是和你有关啊？我也不太清楚，羞死人了！才刚刚见面，五郎就去求旨了。看来他说皇帝最宠他，果然是真的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文承恩侯府嫡女宋月，素庸诚信，贵而能检，着即册封为县主，封号长乐，40亿500，白羽莲花镯1只，百花团风金步摇1只，翡翠玉瓶1个，金银布匹若干。钦此。在听到宋月的名字时，宋瑶脸色就白了，身子一晃，差点跌坐在地。侯爷虽然见过些场面，但这样的赏赐也还是第一次见，一时间难以置信。那个福公公是宋月，不是宋瑶吗？宋月可是刚刚从乡下来侯府不久，规矩都还没学全呢，竟然敕封县主。哼，侯爷慎言，圣旨岂会弄错？下官知错。哪个是宋月？还不出来接旨！宋月整个人都是蒙圈状态，听到福公公再次喊他名字，才反应过来。民女宋月接旨，吾皇万岁，万岁万万岁！宣旨一行人离开了很久，宋月都还恍恍惚惚，周边的人脸上震惊、羡慕、嫉妒，各种情绪都有。
还是侯夫人最先反应过来。快，将这些赏赐都抬进去。放到哪个院子啊？要不先送去主院库房吧。送去芝兰院，眼皮子浅的女人，皇上赐的东西也感动心思。况且这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芝兰院就是宋月所住的院子。侯爷虽然眼馋，可丝毫不敢起贪墨的心思。对于这个亲生女儿，他不可能完全不在意，但是与宋瑶相比起来，这个女儿又确实上不得台面，所以对她冷淡至极。宋瑶眼睛红红的看着宫里送来的宝物，她感到尴尬极了。宋月她怎么就那么好命？此时宋瑶已经忘记了，要不是因为两人报错了，宋月本就该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侯府大小姐。瑶儿，你没事吧？母亲，我没事，就是觉得有些尴尬。与宋瑶的难受不同，宋月此时的心情却是震惊中带着慌张。回到芝兰院之后，她都还呆呆地坐在椅子上，半天缓不过来。倒是贴身丫鬟知情很开心，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哎，我说小姐，你开心点呀，现在你可是县主了，正经的爵位呢。知情是侯夫人指派给宋月的丫鬟，是侯府的家生子，她是个活泼的性子，也没有什么坏心思。这段时间与宋月相处的还不错。小姐，你看这个步摇，这凤凰跟真的一样，翅膀和尾羽还会动呢，这要是戴上了，肯定好看。都收到小库房里去吧，放外面别不小心打碎了。好嘞，县主大人。呵呵。大小姐，侯爷和夫人，请您一起到主院用餐。来的是侯夫人陪嫁的贴身嬷嬷，平时看宋月都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，今天倒是恭敬的很。可，月儿啊，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获封赏吗？父亲、母亲，我也不知道。自从上次荷花宴经历了清冷尴尬的场面后，他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。糊涂，自己这段时间做了什么事都不知道吗？果然是香。月儿，你母亲就是太担心你了，别往心里去。你仔细想想，最近有没有联系什么人，或者以前有没有救助什么人？父亲，姐姐最近就与楚王通过信，莫非是楚王？对于这事，宋瑶记得很清楚，因为这本来就是他提出的建议。难道真的是楚王？外界都说楚王最受帝王宠爱，说不定还真能求来这么个恩典。不可能是楚王，他都没有回信。宋月下意识的就开口否认，只是这声音却莫名带着一丝的委屈。来了京城这么久了，他多多少少也听过楚王以前的名声，只是他并不太相信那些传言。传言说他脾气暴虐，经常当街打人。来了这么久，倒是没有听说过义气。传言说他爱慕宋瑶，时常制造机会偶遇，还经常拜访侯府，他也没见他来过侯府。传言说他很讨厌自己这个乡下来的侯府嫡女，他觉得不对，在他拦车架救助时，他还帮了自己呢。侯爷也沉默下来。不过很快他们就知道为什么得到封赏了，因为楚王府的管家来了，还送上一大盒珍珠。一番寒暄后，管家送上了楚王的回信，还传达了楚王的原话，大致意思就是皇上的赏赐要好好保管，等明年成亲要带到楚王府去的。长乐县主，王爷感谢你的来信关心，只是最近身体有恙，需要在家静养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管家走了好久，宋月都还觉得脸上像是火烧一般发热，他没有想到竟然真的是楚王。他不仅回了信，还为他求了这么大的恩典。之后的时间里，宋月在京城贵女圈的尴尬地位慢慢得到了改变，而宋瑶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。每次参加宴会，总会有些打量的目光。有次他还听到下人说他不要脸，明明是个假的，还要赖在侯府不走，把他气得要死。这都是什么话？我明明是舍不得爹娘，想要报答爹娘的养育之恩才留下来的好不？当时我就提出搬出侯府了，是母亲伤心欲绝要我留下来，我能怎么办啊？伤心欲绝的宋瑶再次找上了五皇子寻求安慰。五郎，他们说我鸠占鹊巢，还说我……呜。那些人爱说就说呗，等我向父皇求旨了，自然就没人敢说你了。这段时间外面纷纷扰扰，五皇子当然也知道一些情况，他也没想到楚王竟然会为了宋月下那么大功夫，竟然求了个县主恩典。虽然父皇说那只是安抚楚王的手段，但他心里还是觉得不平衡。凭什么楚王就能明晃晃的得到那么多好处，而我自己则要躲在后面低调做人啊？想到这，他心里不由得又生出一丝烦躁。宋瑶没有觉察到他的烦躁，反而对他那敷衍的态度有些不满。楚王都知道帮宋月抬身份，避免他在交际中尴尬，你怎么就不行呢？长相俊美，能是慧文又怎样？不体贴又不能帮忙解决麻烦，还真不如楚王。这个想法一冒出来，宋瑶自己都吓了一跳，但仔细一想还真如此。那时候楚王虽然令人厌烦，但若有人敢对他不敬，第二天那人就会倒霉。哪像五皇子，只是叫他忍着等着。月底休沐这天，长生直接派人找上了安乐使。安太医久违了。楚王，安太医，说说我所中的毒吧。楚王恐怕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怎么？安太医无话可说吗？安乐使只觉得喉咙发干，犹豫半天才开口说道：王爷所中之毒，太医院还在研究中，目前还没有解决办法。呵呵，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。他知道了，他什么都知道了。一时间，他几乎无法维持住脸上的表情，余光四扫，却发现就连墙头上都隐隐约约站着带刀人影。呵呵，此处乃是我的别庄，距离皇城远着呢。安太医还是别想着逃跑了。楚王，即便你是王爷，也无权私自抓人吧？
安乐石，男，出生于建元13年，原名临江，8岁警中投毒灭嘎全族，后辗转进川、鲁等地，有一妻王氏，一子安祥，如今7岁。够了。想不到王爷竟然能查出小人妻子的信息，想必他们已经被请到京城了吧？楚王的手下真是有能耐啊！关于我的家庭情况，就连皇上都不知道呢。对此，长生只是笑了笑，这还真不是尹卫有能力，尹卫调查出的只是基本信息，这些皇帝肯定也能调查出来。关于其妻女的信息是从剧情中提取而来。他们现在被安置在京城内的一处院子里。楚王所种之毒为汨罗香，这是我从古籍中得来的一种气味毒药，可使人性情狂暴。我愿意为楚王配制解药，请楚王饶恕我的家人。这些毒还毒不倒本王，不过父皇想要借你的手害我，我当然也要借你的手还回去。长生见他脸色几度变换，就知道他在纠结，特意等了一会，才施然开口道：当今圣上极为在意自身形象，你这种干脏活的以后都是他的污点，你还想通过皇帝获得什么？真是天真。那造反还不是？他颤抖着想要问一句，但对上了长生那清冷的眼神，忽然浮至心灵。是啊，为皇帝干脏活就是皇帝的污点，最终免不了被清理。而对于造反的王爷来说，造反本就是最大的脏活了，还会在意什么污点呢？想到这，他目光逐渐坚定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不过我要见见他们娘俩。我会让人帮你安排。长生最近有点烦躁，因为立帝又赏赐了一些毒物给他。啧，看来也是做了些功夫啊。既然你不讲武德，那就看看谁先扛不住吧。不过也有好事，征集名医的榜单吸引了不少江湖医师前来，长生也是很应景的好了起来。宫里，立帝听说有江湖神医解了楚王的毒，很是担心。安太医，你这毒不会被查出来吧？陛下放心，气味之毒与其他毒不同，只影响心性，不体现脉象，无论谁来都无法诊治出来。安乐石一脸笃定，再三保证，立帝都还是有些怀疑。直到楚王当街暴揍了长公主家的小儿子，他才放了心。皇兄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父皇，楚王实在是太不像话了，当街暴打皇亲国戚，影响极其恶劣。就是他这样无法无天，那以后岂不是连我们这些弟兄都要打？这样的话，皇族威严何存？老三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？赶紧造起来，最好是赶紧和大皇子、二皇子对起来，有仇恨才有冲突。我这当哥哥的教训一下小表弟怎么了？谁叫他说我未婚妻是乡下丫头的？就因为这，你就将你小表弟打得10几天下不了床吗？又没将他打死打残，姑姑有必要这么揪着不放吗？皇兄，你看看，他说的这是什么话啊？长生面对指责毫不在意，因为他知道立帝根本不会重罚他。其实他揍的那小子是真的坏，仗着家里有权有势，没少干欺男霸女的恶事。长生这次激他2句，他就开始口无遮拦的骂人，结果就是被狠狠的揍了一顿。长生就是想告诉他，你背景硬，还有比你背景更硬的，做人不能太过分。好了，这事确实是老三的不对，就罚你禁足半月吧，没有我的允许不许出门。是父皇。呵呵。接下来长生还准备继续药性大发，于是京城又陷入了鸡飞狗跳中。先是大皇子的舅舅强占别人农田建庄园，结果不巧碰到了楚王，直接被暴打一顿，然后扭曲了官府。而后又有二皇子外家的小表弟当街强抢民女，却碰到了楚王，直接被当场打死。零零碎碎还有不少人遭殃，告状的本子如同雪花般飘向立帝的桌案。你们还有脸求情，要求惩治楚王？看看这些人都干了什么事儿！强占良田，强抢民女，哪一项不足以重判啊？可这也不该由楚王来解决。就是父皇，国有国法，他们犯了罪，自然该由官府解决，哪能由楚王这样当街处理啊？长生从怀里掏出一叠资料，父皇，请看，我处理的那些人可不是首犯，都是惯犯来着，而且是一直没有被处理的惯犯，甚至当着我的面都还敢目无法纪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这些人不守天子之法，就是不将朝廷、不将父皇您放在眼里，而臣识君禄，自然要为君分忧。这小子长大了，以前都是直接莽，现在竟然知道找个理由了。不过现在更好，这样就有理由轻轻放过了，到时候被他得罪的那些人还不得恨死他。楚王虽然行事冲动，但为国为民，赤诚可贵，将那些人押送御史台处理，此事就此作罢。终于要打起来了，最好拉上大将军府，干掉大皇子、二皇子，这样我就可以一并发难，一起处理了。长生自然知道皇帝是怎么想的，他当然不会让皇帝如意，于是第二天他就带着自己的狐朋狗友去找五皇子的茬了。老大，这么冷的天气，这里真有好戏看吗？当然有，听我安排就是了。这次行动，长生还带了好几个武功高强的隐卫，可谓是准备充分，力求万无一失。你们在干嘛？众人一开始还以为是楚王约了什么人呢，没想到竟然吃到这么一个大瓜。那位是承恩侯府的大小姐宋瑶吧？没想到竟然如此不堪。呸，她就是个农家女而已，算什么承恩侯府小姐？下贱！这事传出去，谁敢信啊？宋瑶虽然拉过被子遮住了身体，但整个人却抖个不停。完了，以后还怎么见人啊？虽然大夏朝没有那么严格的男女限制，但是这样无媒苟合、偷偷摸摸，还是很为人不齿的。你们穿上衣服跟我去见父皇。确保众人都看得明白之后，长生才带着2人离开了。
父皇，武帝实在太不像话了，竟然与宋小姐无媒苟合，简直是丢尽了皇室的脸面。看到台下跪着的两人，厉帝心中郁闷至极。你说你要风流，那个小妾弄几个通房，谁能说什么？偏偏要与人家姑娘无媒苟合，而且还不小心被人抓了个现行，丢人，简直是丢大发了。他不责怪楚王，因为他知道楚王是中了毒，做事毫无逻辑章法，也毫无顾忌。他也不忍心苛责五皇子，那毕竟是他的白月光所生，是他中意的继承人，于是就只有怪罪到宋瑶头上了。说你为什么要勾引五皇子？五皇子听到皇帝的问话，心中一个机灵，他明白父皇是想将这个过错归咎到宋瑶头上，但他此时毕竟年轻，对宋瑶又有几分热爱，他也想测试下自己在父皇心中的分量，于是他捏了捏拳头，大声说道：父皇，是儿臣心悦宋姑娘，一时情难自禁，儿臣愿意受罚。皇上，民女与五郎两情相悦，一时糊涂才做下这等丑事，民女愿意受罚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成文侯府侯爷铁青着脸走了进来。父亲，皇上，微臣教女无方做下这等丑事，请皇上责罚，微臣绝无怨言。进宫的路上，他就收到不少异样的目光，这让他感到无比的尴尬和愤怒。一路上他都在后悔听了夫人的话，没将宋瑶赶出侯府。若是当时自己再坚持一下，将她早早送出去，现在怎么也不会败坏到侯府的名声了。来人，将宋瑶押下去。父皇，求您放过宋小姐吧，千错万错都是儿臣的错，是儿臣逼她的，儿臣愿意娶她为妻，求父皇成全。好一个两情相悦，老五，这么说你是一定要娶她为自己的王妃了？回父皇，儿臣非瑶而不娶。你将父皇气得吐血，我没有你这样不孝的弟弟。等厉帝苏醒过来，已经是2天后了。在得知五皇子将宋瑶接到自己的别院安置时，又吐出了一口血。红颜祸水，红颜祸水呢？皇上，老五明显是降上了，您要不就成全他吧。皇后有自己的儿子，如今大皇子根基不够，3皇子暴虐成性，4皇子是个小透明，5皇子即将成年，若是娶了那名声臭了又没有娘家撑腰的宋瑶，无疑会令他感到安心。厉帝身体稍好，就将五皇子喊到宫里，仔仔细细跟他分析利弊。可没想到的是，五皇子反而铁了心要娶宋瑶，还说什么想要为自己活一次。好，你好得很，长大了是吧？居然连父皇的话都不听了。儿臣无意违逆父皇，可瑶儿只剩下儿臣可以依靠了，儿臣不能抛弃她。想不到老五，你竟然还是个情圣。父皇，您1天不答应我就跪1天，1个月不答应我就跪1个月。在五皇子的坚持下，厉帝最后还是松了口。参加完五皇子的婚礼后，长生就拜访了威武大将军府。我欲夺取皇位，请外祖父帮我。长生第一句话就给戎马一生的老将军吓得跳了起来，其他几人也被他这话震惊的不行。过了好一会，二舅才反应过来，夺取，楚王您是打算从皇上手上夺位吗？长生看出几人眼底的震惊，于是就将自己知道的事情详细说了一遍。什么？皇帝竟然对你下毒？外祖父二舅，你们放心，这点毒我早就解了，而且我还给父皇下了毒。前几天他被老五气着了，还吐了不少血呢。那你之前那些惹是生非都是做给人看的吗？父皇给我下毒，想让我变成疯子与大皇子、二皇子撕咬，我哪能如他的愿，直接就干上五皇子了。他想要老五继位，我就先毁了老五的名誉。简直是欺人太甚。当年他本来都为女儿相看了好友之子，偏偏皇帝忌惮韩家，要将女儿内进后宫作为人质。为了家族大局，他牺牲了女儿。可是没想到现在皇帝连女儿这唯一的骨血都不放过，看着如同换了一个人的长生，他突然觉得这未必不是一个好机会。长生从大将军府出来时，天已经黑了，但他的心情却很轻快。原剧情中大将军府就是坚定的楚王党，如今依然如此，这倒是省了他不少事。宫里，厉帝听了暗卫的汇报，心中畅快至极，忍不住大笑起来。哈哈哈！看来老大老二很给力啊，老三终于要动用大将军府的势力了吗？这样最好，拼个2败俱伤，我再出来收拾残局。福全，你说楚王对上老大老二谁会赢？哎呦，皇上，奴才哪懂那些呀？照我说，估计得2败俱伤啊，恐怕就算有人胜出，也是惨胜。哈哈哈！这边长生刚回到王府，就有管家汇报，成文侯府今天递上了拜帖，请他去成文侯府谈论成亲事宜。长生这才想起来，按照指婚，自己也要到明年春成亲了。原本这是男方父母去女方家里拜访商议具体事宜，不过自己母亲早逝，父亲又是当今圣上，去侯府动静太大，所以我得自己去侯府谈自己的婚事吗？要不王爷您请大将军府的长辈去。算了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另一边，宋月也得知了父亲邀请楚王商议婚事的事，让他紧张不已。你说他得罪这么多人，会不会被人报复啊？哎呦，我的大小姐，你担心个什么劲？我看楚王啊，肯定没事，人家可是圣宠在身，有皇帝护着呢。而且你之前不是说打得好吗？那些人强抢民女，强占良田，可不是好人。知情以前觉得楚王有些可怕，自从上次小姐被封县主，又得了很多赏赐后，他就改变了看法。可是没什么可是啦，小姐，您不是说楚王是个好人吗？好人肯定会长命百岁的，你们啊，肯定要白头偕老。知情的话让宋月略微舒展了眉头。
知情，你说楚王后院连个通房丫头都没有，这是为什么？待嫁的女子心思尤其细腻，总是有这想那的。可，王爷后院的事谁清楚呢？可能他母妃早逝，没人给安排也有可能。哎，睡觉吧。次日，长生如约上门拜访，讨论过程十分顺利。长生对于嫁妆和成亲流程上都没什么意见，反正就一条，往大的方面搞。他可是想好了，要借着成亲再到皇帝那里狠狠薅一把羊毛呢。谈论完毕后，他还被安排和宋月见了一面。长生还是第一次见到宋月，看着对面低着头有些拘谨的姑娘，他笑了，呵呵，上次拦马车时候胆子那么大，这会儿怎么还胆小起来了？我那次也是太着急吗？病急乱投医。那不知宋姑娘对我这个乱投的医者感觉怎样？王爷自然是个好人。宋月感觉到对面的目光看着自己，这让他的脸无比发烫。见他不惊动，长生也没有继续。诺，我带了礼物给你，知道姑娘属狗，所以我就雕刻了这个礼物。这是王爷亲自雕刻的吗？当然，想必你也听过我的名声，读书那些我不擅长，但是要说玩乐这些可没人比得过我。没想到王爷还有这么不为人知的一面。宋月倒是觉得两人距离拉近了很多。他读书也不多，来到侯府后虽然恶补了一阵子，但与那些从小学习的人相比，肯定还是差距大的。他觉得自己与楚王说不定还真有共同语言。两人聊得很开心。当长生起身告别时，宋月还将自己绣的荷包塞到长生手里，然后羞红了脸跑回房间。回到房间后，他看着小狗木雕，脸上的红晕久久不退。小姐是不是都迫不及待嫁到楚王府去了？你这小妮子还取笑起我来了。回王府的路上，好几天没动静的系统突然跳了出来，宿主男女主重生了。五皇子和宋瑶重生了吗？哈哈，重生好啊，重生了就热闹了。我明明记得自己躺在病床上啊，怎么画面一晃就又变年轻了？正思索间，却听到一个声音：“皇上，你也回来了吗？”皇后，你莫非……下一刻，两人抱头痛哭，老天真是待他们不薄，想尽一世的福还不够，还有第二世。不过，等两人仔细回忆了下这一世的情况后，傻眼了。上一世两人没有这么早成亲，而且五皇子最早娶的也不是宋瑶，而是襄国公家的嫡女。直到楚王干翻大皇子、二皇子之后，他才娶宋瑶为侧妃。后来正妃早逝，才将宋瑶扶正。我怎么被赶出承恩侯府了？为什么宋月还活着，而且还要嫁给楚王啊？上一世宋月早死之后，她一直都是承恩侯府唯一的小姐。她还记得楚王可是一直对她情根深重啊，即便在自己嫁给五皇子之后，都还想要将自己抢过去呢。现在怎么就要娶宋月了？皇上，现在咱们可怎么办？瑶儿，现在不要叫我皇上，如今我是齐王，你是齐王妃，我们也不用太担心。父皇心中一直是支持我的，其他皇子都得靠边站，只要有父皇的支持，根本不用慌。况且我们如今拥有上一世的记忆，现在楚王与大皇子、二皇子已经势同水火，我们只需要等着就行了。想到上一世自己因为娶了襄国公之女而让宋瑶伤心了许久，他就忍不住说道：“瑶儿，这一世没有别的女人夹在我们中间，我们肯定会比上一世更幸福。”五娘，你让我好好想想。长生这几天听说五皇子频繁入宫，每次出来脸色都极其难看，心中暗笑，就演戏吧。五皇子肯定是去修复父子关系了，以立帝对他的重视，修复关系就是手到擒来的事，估计这会早就父慈子孝了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几天就传来了五皇子被禁足1个月的消息。大皇子和二皇子听到消息后也稍稍安心，于是针对长生的小动作又多了起来。长生自然不会忍着，又要性大发亲自下场，折了他们不少人手。见到楚王与其他2位王子斗法，不止立帝心中暗喜，就连被禁足在家的五皇子也是高兴不已。哈哈哈，事情虽然有所变化，但大方向还是没变。我果然还是父皇最中意的继承人，其他几人都是炮灰。人一高兴就容易得意忘形。在秋猎大会上，五皇子又与楚王对上了。原本他是想低调的，可楚王看向宋瑶的眼神竟然又露出前世那种赤裸裸的狂热，这让他如何能忍？于是，在青年武艺大比中，他主动出言挑衅楚王：“王兄，不如我们比一场吧？你确定要跟我比试？这可是未婚男子的舞台。”这种秋猎活动，王公大臣都会参加，而且都会带上自家的适婚儿女。比试也就是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。每年秋猎之后都是定亲的高峰期。皇兄不是还没娶亲吗？再说我侧妃位置还空着呢。王兄，你要是学艺不精不敢比试，就直说，弟弟不是那么不讲道理的人。父皇，您觉得儿臣与老五比试合适吗？这刀剑无眼的，万一伤到五弟可不好。伤我？楚王你好大的口气！来吧，我们生死勿论。前世他登基之后仍然勤练武艺，功夫早就不是当皇子那时候可比的。重生以来融合了前世记忆，身体却更年轻。他觉得以自己的身手在皇子中肯定没有对手。父皇也好久没有考校你们武艺了，今天正好就见识下你们这段时间的进度如何了。三哥，敢与我一战吗？我会尽量小心不伤到你的。既然你这么有信心，那我就陪你玩玩吧。结果就是五皇子连长生一锤都没接住。快传太医，我儿怎么样？启禀皇上，齐王手臂断了，需要立即接上。那还不快点治！若是我儿有什么3长2短，我要你的脑袋！这实在太不寻常。老五不是最不受宠吗？他受伤了，父皇怎么会这么着急啊？楚王，你这是谋杀亲兄弟！
刀剑无眼，老三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儿臣谢父皇关心，只是刚才台上突然感觉一阵晕眩，胸中烦闷无比，一时间失了轻重，伤到了武帝。兄弟之间没有隔夜仇，比试出现意外也是不可避免的。等你感觉好了，也去看看你武帝吧。说完这句场面话，他就匆忙转身走了。结果第二天就有不好的消息传来，皇帝回帐之后大发雷霆，摔了不少东西，结果又吐血了，而且比上次更加严重，一晚上都没有醒过来。为了便于治病，只得中断秋猎，起营回宫。3天后，立帝醒来，却发现自己的半边身体不能动了。安太医，一定要医好朕啊！朕还没有为老五铺好路，朕不能这么倒下。他觉得自己有必要立继承人了。可楚王与大皇子、二皇子虽然互有胜负，但一直没有伤筋动骨。他没有任何理由立五皇子为继承人，这样不仅大臣们会反对，天下百姓也难以理解。于是立帝决定不再维持明君形象，自己亲自出手。恰逢南方大雨，大皇子被派出去治理水患，结果半路山体坍塌，全员被掩埋。在大皇子的丧宴上，二皇子被人酒中下毒，没过几天也毒发身亡。一时间，京城风声鹤唳。哈哈哈，果然事情还是按照上一世的路线发展呢。恭喜五郎，贺喜五郎，终于要来了。上一世，大皇子是治水患路上去世，二皇子也是酒水中毒而死，罪魁祸首楚王被圈禁，五皇子被立为太子。这一世比上一世似乎更加顺利，五郎很快就会被立为太子，而自己即将成为唯一的太子妃。可惜父皇心软，楚王只是被圈禁，倒是让他多活了几年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侍卫来报，皇帝宣楚王进宫了。走，进宫，我们去看看热闹。宣楚王进殿。楚王，你可知罪？儿臣不知。念。这是楚王的罪证吗？皇帝不是最宠楚王吗？福全目光定了定，尖锐的声音开始在大殿内响起。听着听着，众人脸色怪异起来。这哪里是楚王的罪证，分明就是皇帝的罪证啊！其中有皇帝对大皇子之死的安排，有哪些人参与，如何造成小范围山体塌陷，之后如何处理，还有如何给二皇子下毒，安排谁具体来做，又如何将线索指向楚王，每一个细节都罗列得清清楚楚，让人无法辩驳。停下来！然而福全却如同没有听到一般，继续尖着嗓子念着卷宗上的内容。殿外纷乱的脚步声传来，韩铁身着甲胄的身形出现在门口时，群臣都反应了过来。楚王是要与当今圣上撕破脸啊！禁军护驾。父皇，各位大臣，还是先听完卷宗再做其他的事吧。随着罪证一项项被念出来，立帝终于忍耐不住，一口鲜血喷出，直接倒在了地上。太祖皇帝征战列国，打下这万里河山，仁善治国是太祖皇帝留下的遗训。之后数代帝王励精图治，勤政爱民，才得以天下太平。如今立帝挑拨子孙内斗，甚至不惜毒杀亲子，如此罪人，难堪为帝。如今大皇子、二皇子已没，宫中已无嫡子，楚王居长，素有贤名，当可即皇帝位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父皇回应他的是一片寂静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才有熟悉的声音传过来：“武帝，你来的可真是时候，朕可正想找你呢。”武帝，朕。楚王，你好大胆子！来人，给我拿下这个反贼！他喊得声嘶力竭，但却根本没人动。将五皇子带下去吧。很快，宫里颁布了立帝的禅位诏书，与其一起颁布的还有他的罪己诏。宁寿宫内，立帝眼睛通红的盯着眼前的长生。所以你早就知道自己中了毒吗？呵呵，给自己的儿子下毒，父皇您也是毒一份呢。可惜那句话是怎么说的？哦，叫自作孽不可活。你也背叛了我。我不过是选择了民主罢了。父皇，您恐怕还不知道，让您几次吐血，最后又中风，也有安太医的功劳呢。他可是帮了我大忙了。老五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你能不能饶他一命？长生脸上露出微笑，五皇子对他的恶意可是直白得很。父皇，您说，如果您和老五只能活一个，您会怎么选择呢？父皇，我属实下，您不作声，我就当您选择保自己了。随着数字的增加，立帝眼中的慌乱与挣扎显得更浓烈，但嘴唇却闭得紧紧的，丝毫没有开口的意思。随着最后一声石落下，立帝整个人如同上了一次断头台一般，心中莫名松了一口气。呵呵，耳边传来一声轻笑，长生已经离开了房间。皇陵的小院里，五皇子有点疯疯癫癫。我才是皇上，父皇最宠爱的人是我，你楚王，你才是父皇安排的守陵人。五郎，长生听系统说五皇子在陵园装疯时，已经是正式登基的几天后了。所以五皇子装疯是连宋尧也骗过去了吗？长生自然知道五皇子为什么要装疯。上一世他登基为帝，仍然毒杀守陵的原主，想来是将心比心，担心自己也被毒杀。是啊，现在天天都是宋尧做饭洗衣服，而五皇子就整天神神叨叨的。走，去看看吧。长生带着侍卫来到皇陵时，宋尧正在追着五皇子打。我让你疯让你傻，什么活都不干，吃的还尤其多。这五皇子毕竟是前世当过帝王的，确实能忍。皇上驾到！皇上，我就是皇上，谁在喊我？长生挥退众人，只身走到五皇子身前。五弟，别装了，我知道你们俩都是重生的，不至于这点刺激都受不了吧？好好享受你们的守陵生活吧。当晚就有侍卫来报，齐王与齐王妃自绝于皇陵，葬了吧。
长生登基后，封外祖为定国公，爵位世袭，其他臣子也一一获得相应封赏。对于安乐时，长生重新赐他姓林，本想让他继续在太医院工作，但他表示得以回归本性，已别无所求，只求能开个医馆了却余生。长生知道他心中顾虑，也没有挽留，赐下一些金银财宝就放行了。本来很多大臣还担心新帝即位，政事上会有些不适应，却没想到长生熟悉得很，就像是当过几十年皇帝一样，一项项政令下发，没多久，朝廷内外就没有了不一致的声音。这些天分为大起大落的就要数成文侯府了。一开始楚王登基，成文侯府惊讶之余也是心中窃喜。后来新帝封赏百官，成文侯府却并不在列，这不免又让人担心新帝对于这门婚约的态度。哎呦，我的女儿啊，圣上人品自不必说，但是皇后的位置有多少人在虎视眈眈啊？你就不能主动一点吗？母亲，婚约成与不成都在皇帝，我一个女儿家哪里好打扰啊？哎，你不听老人言，以后是要吃亏的。宫里来人了，快快快，让宋月出去接旨。立后之后，又有人建议广开后宫，以便为皇家开枝散叶，被长生直接拒绝了，理由就是不想再看到兄弟相残的悲剧。为了完善官员体系，他还特地开了恩科，登基当年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。结果在殿试时却看到剧情中的一个重要人物，宋月养父母家的大哥。原剧情中他也是科考入仕，且因为宋月的死怪罪原主，为五皇子对付原主出了不少计谋。如今五皇子早早退场了，没想到现在的他仍然是科举入仕，倒是比剧情中还早了几年。还真是送上门的打工人啊，不用白不用。于是杨无忌发现自己自从被点为状元之后，事情逐渐就多了起来，天天都需要加班加点才能干完。还好杨无忌不是穿越人士，不然肯定要感慨，这特么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用啊，人家996，这特么就是007啊，以至于让深受忠君报国思想荼毒的古代土著，在多年后拜见皇后时都忍不住感慨道：当官实在太累了，你看大哥才40，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了，妹妹你看着还是20几岁的姑娘，比起当年好似还年轻了。宋月看着已经官至吏部尚书的大哥笑了，哈哈，大哥您可别这么说，这些年您做的都是为国为民的好事，皇上经常在我耳边提起呢。况且月儿即将接替皇位，他年纪尚轻，经验不足，有大哥您在我就放心多了。没错，长生早早就打算将儿子培养出来，自己提前退休了。这几年太子已经逐渐在朝堂站稳脚跟，他已经处于半放手状态了，就等着明年完成交接后，和皇后一起游览这个时代的大好河山。启禀皇后，杨大人，太子有请杨大人移步东宫，商议西南蝗灾事宜。杨无忌赶紧告辞，转身匆匆离去。第二年，太子继位，长生带着宋月开始了他们的环游之旅，直到两人都白发苍苍，实在走不动了，才再次回到了京城。此时，他们的儿子已经50多了，早已经成为了百姓爱戴的好皇帝，其孙子也已经长大成人，开始参与朝政了。长生回到京城后就没有再离开，他在这个世界活到了80多岁，送走宋月后，才选择了离开这个世界。系统，走吧，下个世界。长生登基后，封外祖为定国公，爵位世袭，其他臣子也一一获得相应封赏。对于安乐时，长生重新赐他姓林，本想让他继续在太医院工作，但他表示得以回归本性，已别无所求，只求能开个医馆了却余生。长生知道他心中顾虑，也没有挽留，赐下一些金银财宝就放行了。本来很多大臣还担心新帝即位，政事上会有些不适应，却没想到长生熟悉得很，就像是当过几十年皇帝一样，一项项政令下发，没多久，朝廷内外就没有了不一致的声音。这些天分为大起大落的就要数成文侯府了。一开始楚王登基，成文侯府惊讶之余也是心中窃喜。后来新帝封赏百官，成文侯府却并不在列，这不免又让人担心新帝对于这门婚约的态度。哎呦，我的女儿啊，圣上人品自不必说，但是皇后的位置有多少人在虎视眈眈啊？你就不能主动一点吗？母亲，婚约成与不成都在皇帝，我一个女儿家哪里好打扰啊？哎，你不听老人言，以后是要吃亏的。宫里来人了，快快快，让宋月出去接旨。立后之后，又有人建议广开后宫，以便为皇家开枝散叶，被长生直接拒绝了，理由就是不想再看到兄弟相残的悲剧。为了完善官员体系，他还特地开了恩科，登基当年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。结果在殿试时却看到剧情中的一个重要人物，宋月养父母家的大哥。原剧情中他也是科考入仕，且因为宋月的死怪罪原主，为五皇子对付原主出了不少计谋。如今五皇子早早退场了，没想到现在的他仍然是科举入仕，倒是比剧情中还早了几年。还真是送上门的打工人啊，不用白不用。于是杨无忌发现自己自从被点为状元之后，事情逐渐就多了起来，天天都需要加班加点才能干完。还好杨无忌不是穿越人士，不然肯定要感慨，这特么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用啊，人家996，这特么就是007啊，以至于让深受忠君报国思想荼毒的古代土著，在多年后拜见皇后时都忍不住感慨道：当官实在太累了，你看大哥才40，头发已经白了一大半了，妹妹你看着还是20几岁的姑娘，
娘比起当年好似还年轻了。宋月看着已经官至吏部尚书的大哥，笑了，哈哈，大哥，您可别这么说，这些年您做的都是为国为民的好事，皇上经常在我耳边提起呢。况且月儿即将接替皇位，她年纪尚轻，经验不足，有大哥您在我就放心多了。没错，长生早早就打算将儿子培养出来，自己提前退休了。这几年太子已经逐渐在朝堂站稳脚跟，他已经处于半放手状态了，就等着明年完成交接后，和皇后一起游览这个时代的大好河山。启禀皇后，杨大人，太子有请杨大人移步东宫，商议西南蝗灾事宜。杨无忌赶紧告辞，转身匆匆离去。第二年，太子继位，长生带着宋月开始了他们的环游之旅，直到两人都白发苍苍，实在走不动了，才再次回到了京城。此时，他们的儿子已经50多了，早已经成为了百姓爱戴的好皇帝，其孙子也已经长大成人，开始参与朝政了。长生回到京城后就没有再离开，他在这个世界活到了80多岁，送走宋月后，才选择了离开这个世界。系统，走吧，下个世界。